小何老师啊，您是季明聪的学生，可我们观众和季明聪非亲非故的并不了解。不好意思，我想您可能误会了。我想您作为一个电台主持，在真相还没出来之前，您这么帮他说话是不是不太合适呢？您一身本事就多救几个人，不能祸害人呐。这样的老师教下来的学生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好，谢谢这位听众啊。不过还是要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。说到事情的真相呢，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有些时候非常需要很正确的去看待一件事情，理解一个事件，而不是人云亦云。季明聪教授，您对您刚刚发表的道歉声明作何解释？我和姚可欣之间不存在不正当关系，感情证会上的封信也绝非捏造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说，我犯下了大错，我严重的违背了职业伦理和道德，为此行为对当事人及学界造成的影响，我深表歉意。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生病的小孩，可他们不知道怎么和这个小孩和平共处吧。其实我之前就感觉到，他心里藏着很多事儿。其实精神医学和心理咨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总是在不自觉地钝化对他的怀疑。我发现你真的非常容易认真。现在想来，也许是我内心深处不想用技术去测量他的心理，而是想以朋友的身份来帮助他。但遗憾的是，作为朋友，我似乎也没能真正走进他的内心。所以我是能理解的。老贺，你就像个天使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太喜欢你了，我觉得我就是钱开义呀！我是死了你！反正我们都加好点。行，放心吧。哎呀，今天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，正好上次买的麦吉丽的洗发水用完了。丽丽姐，这个对头皮特别好，我送你。别紧张，就按照我们商量的来就行。何老师，花房书具那边有东子和小丽盯着，你放心。老贺，你就像平时一样放轻松。你说你都紧张的话，那我这编外人员怎么办呀？放心吧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心扉夜话，我是你们的情感聆听人钱开义。各位好，我是幸福谈话者贺顿。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，我们今天节目的场地呢，跟以往是有些不同的。这里呢，这是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提到的幸福谈话工作室。我一直以来都是以心扉夜话嘉宾主持的身份来参与这个节目的，但是随着我们节目影响力越来越大，我说的话渐渐会代表一些人的立场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份荣誉，说明我离听众朋友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了，但同时也是一份压力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看待世界都是不一样的，也都是有局限的，所以今天我仅仅想代表自己的个人立场来把这期节目做好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心扉夜话。这里有个听友问啊，说心理咨询师具体工作的内容都有哪一些呢？是不是像你们每一期做节目，只是随便聊聊天就可以了？其实我一般咨询的时间大概是50分钟，但这段时间呢，我不光要倾听来访者他们的诉求，我同时要面对面的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甚至他们说话的状态、表情，还有很多的微表情。所以啊，咨询师的工作呢，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何老师，
我还听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，就是说只要是来到咨询室，我们坐到像这样的一个沙发上吧，100%都会说实话。其实对于咨询室的设置来说，它只是让来访者释放自我和认知自我的一个空间。那至于来访者坐在这上面有没有说出自己内心的话，只要是他们想说的话，对于我们咨询师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贺老师，对于姬明聪姬教授的事件，你所有的发声都是真实且不带任何个人色彩的吗？大家都知道，我是姬明聪教授的学生。当老师性侵的这件事情一开始爆出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坚信老师的清白，所以我是抱着预设的态度去寻找答案的。所以从事件的开始，你就没有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去看待，我可以这么理解吗？没错，我非常相信我的老师，正是因为这份相信，所以我竭尽我的所能去调查，去查证真相。那最终我也找到我需要的答案了。那贺老师的这份表态是在回应网上网友们对你的质疑吗？我接受每一个人对我的质疑，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对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产生排斥。我看到网上大家都在讨论，到底是赫顿做错了事情，还是心理咨询师赫顿做错了事情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只是普通大众其中的一员，并不代表心理咨询师的立场。有点意思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手机尾号为0328的听众啊。这位听众您好，欢迎连线，这里是心扉夜话，我是前主播。哎，小钱你好啊，我刚才一直在听这位小贺老师说话。小贺老师你在吗？您好，我在。小贺老师啊，您是姬明聪的学生，可我们观众和姬明聪非亲非故的并不了解。不好意思，我想您可能误会了。我想您作为一个电台主持啊，在真相还没出来之前，您这么帮他说话是不是不太合适呢？您一身本事就多救几个人，不能祸害人呐。这样的老师教下来的学生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好，谢谢这位听众啊。不过还是要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。说到事情的真相呢，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有些时候非常需要很正确的去看待一件事情，理解一个事件，而不是人云亦云。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也不无道理。的确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我们说的话很容易被放大、被集中，但是我们说的话也会更加有力量，也会影响到很多的人。可当大众的同情心一旦被消耗掉，就很有可能对弱势群体产生敌对的情绪。当某一天真正的受害者走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很有可能不再相信他们，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发声负责。晚间新闻：前海市心理学会会长姬明聪日前发表公开道歉声明，称自己曾在专业领域犯下重要错误，违反行业规定，与自己的来访者发展不正当关系。具体现场情况如何？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。姬明聪教授，您对您刚刚发表的道歉声明作何解释？我和姚可欣之间不存在不正当关系，感听证会上的封信也绝非捏造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说，我犯下了大错，我严重的违背了职业伦理和道德。为此行为对当事人及学界造成的影响，我深表歉意。